们在艾泽拉斯混了20年，当过指挥官，住过要塞，当过大领主，住过职业大厅，结果那里都只是个冷冰冰的兵营，每天有 NPC 管你要工资，还得你去给他们派活。现在暴雪终于开窍了，引入了一套全新的住房工业体系，说要给你一个真正的家。他们说要让你在游戏内的社区里自己设计房屋，里里外外随便折腾，让你收集各种装饰品，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这个房屋系统是整个游戏新支柱，永不过时，会跟着世界之魂传奇一直更新。是不是听着耳熟啊？这不就是开发商卖期房实说的核心地段永不贬值吗？好，现在就聊聊这套新系统。首先，系统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装饰品。装饰品可以通过购买、专业制造、副本掉落、世界探索、货币兑换等等获得。比方说，你获得一把椅子放进屋子里，你想放4把同样的椅子，你需要获得4把椅子，懂了吧？每一件家具都定义为物品，而不是外观。你买一把椅子，你拥有不是这把椅子的使用权，而是这把椅子本身。你想再要一把，就得再去搞一个物品。这和玩具箱做其幻化不同。不是一次永远拥有，随时调用，随意复制，不是你账户里点亮的一个图标。装饰品定义为物品，从技术角度讲，这确实是最简单、最不费事的实现方式。物品系统是现成的，背包是现成的，交易逻辑是现成的，把家具塞进物品框架里。但有种不舒服，就叫游戏里，你每次坐在椅子上都想起这把椅子是你花真金白银买来的，而且你买完还不能复制。你去看其他装修游戏的家具系统，都是解锁即拥有。你刷到一个稀有壁画账户里，就永远有这个壁画。你可以在3面墙上挂同一张画，系统不会为你收3份钱。但魔兽的装修游戏，它把每一把椅子、每一盏灯、每一个烛台都做成独立商品。你想在餐厅摆6把椅子，意味着你要购买6次椅子的使用权。以前咱们进本是为了什么？为了装备，为了那种老子终于强烈了的虚荣心。现在为了装修，那些不可一世的首领不仅掉武器，连他们家装修风格都能被你扛走。你看，为了一个部落军阀的宝座，把那个加尔鲁什地狱咆哮翻来覆去的刷，把人家大酋长给办了，还把人的椅子扛回家。那些旧版的勇气点数、征服点数，也要换一种姿势进入你的钱包，然后再被你换成一张熊猫人风格的竹席。这逻辑特别自洽，你付出了体力，付出了时间，然后换来了一些虚荣。暴雪在如何利用旧资产这件事上，真的是做到了极致的圆滑，把20年来攒的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又能让你再刷20年。你还得查好游戏日历，因为装饰品跟世界事件、节日活动和各种推广全都挂钩。如果你想让你家客厅里带上一个冬木节风格的火炉，或者一个万圣节风格的南瓜灯，你就得在这些节日期间去刷那些现实货币，搞得你跟抢节日特供的大爷大妈一样分秒币。征服荣誉点数，征服点数也能换装饰品，这意味着你不仅要打副本，还得去竞技场了挨揍，就为了让家里多几件像样的摆设。不过说实话，这其实也挺好，它让我们的奋斗有了沉淀，不像现实里你奋斗一辈子可能也就买套房，在游戏里只要你肯做个勤劳的农人，早晚能把整个艾泽拉斯都搬回家。你想想，有一天你在自己家里坐着加尔鲁什的宝座，脚底下踩着死亡之翼的脊梁骨，墙上挂着阿尔萨斯的窗帘，那时候你才算真正实现了什么叫我即艾泽拉斯。住房系统的核心环节是制造。以前学专业是为了搓一把斯塔夫拉斯研磨拉格纳罗斯之手，那是为了杀戮，为了荣耀。现在暴雪告诉你，你学专业还得去搓色银烛台和蝌蚪兽皮沙发。暴雪把整个玩家住房系统设计成了一个覆盖艾泽拉斯所有历史版本、所有地理区域的全产业链创业大赛。这个产业链的上游是原材料供应，暴雪给了一种全新的、所有装饰制造都必须的战团绑定材料，叫木材。木材整整12种。而且每一种都跟特定质量配区域绑定。你想造地新之战风格的东西，需要去卡兹阿尔加砍多恩冷杉木；你想造军团再临风格的东西，得去破碎群岛砍邪能青石木。你看，这供应链管理为了满足不同装修风格，得跑遍所有版本去采购。中游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也一样，所有制造配方都要跑遍各个资料夹，在对应中业训练师那里学。除了德拉诺德去找配方商人用书籍来换，下游市场销售分2种模式：拍卖行和制造订单。拍卖行模式是你自己吭哧砍完木头，学会图纸，搓出成品，然后挂拍卖行卖，这是典型直面消费者。但缺点明显，因为木材战团绑定所有原材料都得你亲自搞定，这是冲资产模式，利润可能高，但全是辛苦钱。制造订单模式分个人或工会订单和公共订单。个人或工会订单，客户可以自己提供木材，也是依赖制造者提供，但公共订单客户必须自己提供木材，制造者只赚加工费。所以整个系统就是所有人都得去砍树，砍来的树可以自己用，或者在下订单时提供给工匠，工匠消耗自己配方，把树变成家具，家具摆进家里或者挂上拍卖行。每个作业都有海量可制造装饰物品，锻造能造黑石武器架，
附魔能造黑暗大师神秘火盆，工程学能造诺莫瑞根蒸汽动力床。这些物品名字背后都代表着一个版本的文化、一段历史、一种工艺。你把它们摆在家里，摆的家具是这个虚拟世界里的奋斗史。你有没有被这系统的深度燃起欲望？暴雪给了玩家体验一把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亲手创造一切的极致工匠精神的机会。这种感觉就像你本来只是想买个精装房，只拎包入住，结果开发商告诉你我们没有精装房，但我们提供一块地、一堆图纸和遍布全球的建材市场，你自己去砍树学技术，造家具搞装修吧。对了，你造出来的家具还得卖给别人。邻里系统让你不再孤零零住在山洞里，而是一套基于位面技术的社区。社区分3类：公共社区、私人社区和工会社区，精准对应现实里3种居住形态：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朋友合租的公寓以及单位集资盖的家属院。公共社区由服务器创建和维护，所有玩家均可访问。系统随机给你分配一堆邻居，这就是开盲盒式合租。就像你大学第一天推开宿舍门，发现几个陌生面孔，其中一个正在用热的快招水，另一个在吃味道诡异的榴莲。你只能安慰自己，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公共社区的随机惊喜。私人社区高级点，你和3、5好友组成小团体，弄个社区就你们几个人住，需要一份社区宪章加10个签名。定位最明确的是工会社区，这就是工会家属院。但想弄这个，你得有至少10个活跃成员，不是少号，是真人才行。这不就是创业谈合作时，人家问你团队多少人，全只有几个交社保的场景吗？一个人的工会劝小号的玩家直接就懵了。你想享受单位集资房，得先证明你是城建制单位，而不是个体户。但所有在线社区都面临核心困境，热闹是暂时的，冷清是常态。跟游戏其他内容一样，这些社区可能过不了多久就变鬼城，无论公共、私人还是工会，最终都逃不过人口流失。活跃度下降，系统能给你分配邻居生成地块，但无法保证邻居永远在线，无法保证社区永远热闹。暴雪还贴心地告诉你，如果订阅中断，房子仍保留，但长时间不活跃，可能被移入仓库。跟你重新订阅再恢复这个机制，既现实就残酷。他提醒你在艾泽拉斯拥有一个家，不只是需要金币，还需要一张持续付费的月卡。室内搞了一套类似于追芥末软件的辅助系统，你可以精确地控制家具的3个轴向，加上对齐、吸附、碰撞这些功能，绝对是暴雪人下逻辑的体现。结果就是这自由度满满，家具不仅能摆放，还旋转缩放、上下移动，甚至可以叠罗汉。你想把破碎海滩的战旗挂在厨房当窗帘，可以想把达拉然浮空灯塞进厕所当夜灯，没问题。只要你想连地精，都得佩服你的创意。这就是魔兽想用他们的方式让你玩乐高。最重要的是缩放与旋转这个功能，它打破了物体的物理属性。这意味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一个原本放在桌子上的精巧小雕像放大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型图腾。从设计角度看，这给了玩家极大的自由度，但从产品维护的角度看，这是灾难。以大部分魔兽玩家那种只要属性高、穿得像彩虹的审美，可以预见未来的艾泽拉斯社区里会出现大量为了彰显个性而搞出的奇观，比如一个占整个房间的巨大食尸鬼脑袋，或者是精准悬挂在客厅正中央的达拉然奶酪。当然，暴雪也没忘记收集控的快乐，各种风格的家具装饰、墙饰、地板、灯具，甚至炉石底座都能换样式。你可以打造一个暗影界风格的冥想室，也可以布置一个熊猫人茶馆，甚至来个机械侏儒、科技风厨房。只要你干得动，艾泽拉斯就是你的装修画布。大家想一想，你刚在地心深处被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跳出一个暖洋洋的灯光效果，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这游戏真好玩？这就是典型的情感化设计。暴雪终于不再满足于只给你一个固定的样板房，它开始邀请你参与到创造中来。虽然它的底层逻辑依然是那套繁琐的坐标缩放和材质切换，但它确实赋予了玩家一种前所未有对私人空间的掌控。也许在这个版本等真正的强者是能不能把诺森的石砖地板和祖达萨藤边沙发搭出高级感。暴雪这波操作简直是把生活级战场演绎到了极致。手下给家具染色，好家伙，整整62种染料，从宝石色调到中性，赠到鲜艳霓虹色，应有尽有，从布料到木头再到金属都能染。以前你摸到一个红色肯瑞特沙发只能忍着，因为它是红色的。现在暴雪告诉你可以把它染成黑色，就是死亡骑士风；染成绿色就是邪能风；染成粉色就是美少女风。这种无限染色的做法叫资源最大化，也叫搞死强迫症。染料来源肯定和炼金术或冥魂有关，以前只能靠卖合技勉强度日的手艺人，现在要翻身当涂料供应商了。但按照暴雪惯例，这些染料绝对不会白给。基础颜色，比如破旧灰色，肯制造业随手就能搓出来，但想要带军团入侵感的萨克拉斯之眼绿，或者是末世感的克苏加德之灰。对不起，请你去刷冥汪或者挑战最高难度地下城。以后你串门不但看它家具，还要看染的什么色。
如果满屋子都是虚空色，你得尊称一声干弟；如果全是默认原木色，那他可能只是刚入坑，对视觉审美有尊严的人。最得心自由定制的负面效果，当这些染料交到那群连画画都要搞成大红配大绿的玩家手里时会怎样？你走进社区，推开邻居家门，可能会看到亮紫色床铺配上荧光绿梳妆台，地板上再铺土黄色地毯，这视觉冲击力比基尔加丹降临还恐怖。这个系统也让选择困难症患者面临终极考验。62种颜色，面对一件家具，你选哪个？有人可2小时反复对比塞拉摩蓝和暴风橙蓝的区别，最后选了最初那个基本款。也许这个系统可能不只是为了好看，它可能是暴雪在试探让玩家真正拥有一件物品的可能性。什么是你拥有东西？是你精心改造过的。一个从宜家搬回的柜子和你花了3个周末打磨上色的柜子，你对它感情能一样吗？这个染色系统就是让你在家具上倾注心血的第一步。虽然只是点几下鼠标，但当那件家具因为你的一次选择而变得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同款都不一样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系统生成的物件，它是你的物件。这种感觉就像买毛坯房和买精装房的区别，精装房是别人的作品，毛坯房才是你的画布。现在暴雪不仅给了你画布，还给了你整整62种颜料。暴雪终于不再让所有英雄都睡在同样的灰木床上，它给了你调色权利，但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当你拿着染料日，你不仅是在打理你的家，你还在维护艾泽拉斯的审美底线。你在拯救世界之余，还得思考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我这个书架到底染成哪个色儿才能显得我不像个暴风户？好室外定制也差不多，你刚在谈本里把股神揍得满脸开花，转头回到家却要琢磨门口那几株灌木剪成圆的好和方的好。外部装饰同样支持缩放和旋转，可以预见未来的社区门口必将涌现出比房子还宏伟的愚人雕像，那种视觉冲击力比萨格拉斯插下大剑还要震撼。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自娱自乐，就太小看暴雪了。这套系统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交逻辑，你可以精细设置谁能走进你的院子，这意味着你的房子是一张巨大的名片。你可以把它装点得如同达拉然的宫殿，然后设置为只限参观禁止入内。这种只许看不许摸的心理战术从幻化延伸到了不动产领域，把你的审美公之于众，向所有路过的路人宣告这儿住着一个有钱有闲还特别有审美的干弟。当然游戏只告诉你有这种外墙风格，却不告诉你去哪儿弄，这就像开发商说亲，外墙不包含在交付标准里，您自个儿琢磨吧。于是你只能像当年跑遍小商品市场找零件一样，去艾泽拉斯翻箱倒柜，找是找达拉然的魔术师买，还是去维奎斯特庄园偷，没人知道。这种探索的折磨跟先是你以为找一款心仪地板砖跑遍全城建材市场一模一样。更绝的是连小区统一规划这关都安排上了。现在虽能跨阵营组队组工会，但房子外观却卡着阵营限制，比方说主号雪精灵，但工会社区在联盟就不能在联盟盖雪精灵风格的房子，这就是小区统一的强制性。你买中式别墅想把外墙刷成地中海风格，物业分分钟上门谈话。在艾泽拉斯也一样，进了联盟社区就得守联盟规矩，想住雪精灵那种红不溜丢的房子，要么让工会转会，要么自己搬去部落住。所以战友们准备好迎接户外装修狂潮吧。只希望你在调整路灯、角度、修剪草坪时，回想起自己曾经是个能单挑典狱长的狠角色。必须承认，虽然能挑出10000个细节站的槽点，但这个系统的逻辑是自洽的。它给那些已经在艾泽拉斯拯救了无数次世界的英雄们提供了一个卸甲归田的可能性。它没有试图重新发明轮子，而是把市面上成熟的装修系统用魔兽世界那种粗犷但充满细节的风格包装了一下，以及最核心的资产价值的重塑。评价总结起来就是：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有点费干。审美是给自由了，就是怕大家接不住。